一个粉丝的约稿，想了解几点。第一点，当前的上涨走势上方的空间还有多大？那么如果短期想要参与其中，需要等待回撤到什么样一个位置？那后期有没有突破历史前高 4.60 这样的概率？那么围绕以上几个问题，我们展开本次视频的话题。欢迎来到正经参考，这里是一个品种共享的技术参谋部。如果你有看不准的标的，可以私信约稿。本频道专注剖析美港股、数字货币、期货以及金油的中长期走势，通过波浪结构的解盘看形态入场。欢迎伙伴们关注、订阅、点赞、分享。因平台限制问题，更多品种会第一时间在社群更新，大家可以加 QQ 微信来了解权益和福利。接下来我们进入到本期视频的主题。本期视频我们要说的是港股的申万宏源，这是来自于上周周末一个粉丝的约稿。那首先我们还是从大结构来分析一下当前我们所处的一个位置。这支票截止到目前上市的时间也就是6年多一点的时间，在这6年多的时间里，主要的时间它是用在了这个回落调整的一个走势，那么目前来看，之前的回落调整是已经全部结束，最低点是出现在这个1.25 1.24， 最低点是 1.24。 那么从这个 1.24， 首先它是走出了一波反弹上行，这里大家听到了，目前定义它的是一个反弹上行，而不是反转上行。那最高点是冲到了 4.65。 那从这一波反弹上行来看，时间比较短，力度比较强。那么从 4.65 之后呢，市场再次回落，调整到了 1.79。 那么目前来看，从 4.65 到 1.79， 它也属于一次调整，但是这个调整的内部形态应该是一个3重3浪。那接下来我们划分结构，此处的上涨应该是一个3波形态 ABC。 那从相对高位 4.65 开始的回落它是应该走了一个3重3浪，这次的调整也结束了。那么下来我们重点要分析的就是从 1.79 开始向上运行的它的一个状态，到底是反转还是反弹。那接下来我们将时间调整到天图。首先我们还是先画一下黄金分割，可以看到此次上涨它是已经触及到了黄金分割 0.618 的位置，也就是 3.58 港币。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波浪尺，可以看到第二波上行和第一波上行的一个比例关系已经达成了3倍的这样一个幅度比例。那么此处从 1.79 往上的运行结构大概率不是反弹而是反转。那么也就意味着这一轮从 1.79 开始往上运行，大概率会是一个5浪推动的一个形态，1、2、3、4，后期还有个第5，它也可能是更大周期上涨的这个1浪那么当前我们还是先按照这一波5波结构来看待。那这次按蓝色段来看的话上涨的1浪和2浪都已经结束了。目前3浪的内部它是走出了这个延长的特征，从小级别结构我们可以看到很清晰的走出了个1、2、3、4、5、6、7、8，可能后面还有最后的一波3浪的上涨浪，子浪，也就是第9波上涨那从目前整体的这一波走势来看，其实3浪的幅度它是已经达成预期了，现在只是在其内部的子浪结构缺少一个延长浪的最后一次冲高，甚至于说只要突破之前的高点 3.60， 那么它的结构形态就已经完整了。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近期上方有哪些压力目标， 3.382 倍这是一个位置，然后 0.764 和4倍这是一个位置，点位分别是 3.77， 另一处是 3.98 到 4.08。 那其实当前来看3浪往上的空间也就是这2个目标位，再远的位置基本上是看不到了，因为毕竟其中的子浪它已经是运行到了第9波这样一个形态。刚才也说了，哪怕是突破 3.60 这样的位置高点结构都已经会形成的非常完整。
所以从目前的价格 3.35 来说的话，如果考虑第一处压力 3.77， 其实上涨的空间也就是 0.42， 大概就是 12% 左右的上涨空间，并且此处的上涨它属于三浪的最后末段行情，我个人觉得上方的空间并不是特别大啊，没有波段的机会，下一次的波段机会只能等待这个三浪完成之后啊，回撤四浪，比如说它要在 3.77 结束，那么届时我们就可能找到这个相对的高点，拉一下黄金分割，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后期下方的支撑是位于这个382一线的这样一个位置，也就是大概是在 3.15 附近， 3.15， 只有等待价格回撤到这样一个位置，如果出现底分型和十字星的话，我们才会考虑去波段做多最后一个上涨五浪，那么届时整体的上涨空间会比较大，而下方的止损防守的位置比较小，它符合盈亏比的一个交易规则，比如说在 3.20 附近确实出现底分型十字星了，那么后期整体上涨目标我们至少先看到 3.98 到 4.08 这个区域，那也就是说从空间上来说的话，上方的空间大概有8毛钱空间0.8 0.83， 那下方我们的防守位置呢，你可能只需要把你的止损放到 2.90 附近就够了，那么看止损的话大概就是 0.25 左右0.25 左右，等于说是用 0.25 博取上方这个 0.85 的一个空间，那它的盈亏比是超过1:3了，只有这样的操作才是符合一个常规正常的交易。至于去短线去追的话，刚才说了，上方可能还存在一定的空间，但是风险比较大，你可以清仓去试，但是一旦说试错了，只能说是等待下一个支撑位去考虑操作这个第五浪的一个上涨。当然这是从天图看到这一阶段的一个上涨，等这个五浪上涨结束之后，它可能还会面临一次升幅的一个回撤升幅的回撤，所以我们现在目光着眼点主要是盯着后期这个四浪调整结束之后出现的这个第五浪的一个波段机会。好，以上就是咱们通过这个波浪和结构形态得出的这个申万宏源的近期的或者说后期存在的这样一个机会，但是当下更多的是耐心的等待这个四浪调整的出现，然后我们通过黄金分割的划分找到最近的这个 0.382 的支撑，届时可以考虑去参与最后一个第五浪上行的波段机会。好，本期视频到结束，我们下一期再见。